丟垃圾前先等等。今天來介紹15個廢物再利用的妙招，不用花錢購買就能解決家中收納的問題。原來不買收納盒也能好好收納哦。看下去之前，還沒訂閱的朋友記得先訂閱並開啟小鈴鐺哦。冰箱裡這一排收納米跟穀物的容器，其實是重新回收再利用的飲料罐。美式賣場販售的大容量飲品，透明方形瓶身，拿來裝穀物剛剛好，還可以倒過來平放。因為經常回購，所以可以收集到很多個。收納時，投影規格看起來就會很整齊。除此之外，還有香香豆的罐子，可以拿來分裝小蘇打粉、過碳酸鈉等清潔劑。因為東西一致，大小也剛剛好，去掉外包裝就很好用。上掀開口很方便，再貼上標籤標示內容物，放入無印檔案盒，統一收納在水槽下的櫥櫃。容易亂的打掃用品也可以收納得整齊乾淨。接下來，浴室裡這個很特別的容器，其實是 3M 牙線盒，可以收納生理用品、髮圈、髮夾等小物。不僅將東西分門別類，依照使用習慣把它一個一個放好，尺寸也很剛好，合身又可以防水。除了新添購的收納品，有時候最適合的收納品其實是廢物回收再利用。冰箱裡的食材五花八門，如果沒有好好收納，很容易過期浪費。我們可以用牛奶瓶改造成收納盒，不花1毛錢就完成冰箱收納。所需材料有這些：將牛奶罐清洗晾乾後，裁切牛奶罐至合適的高度，邊緣可以用打火機燒一下，避免割到手。也可以將牛奶瓶橫切，做出長形收納盒，可收納大包裝的食材。用簽字筆寫上食材分類，例如豬、雞、牛肉或乾料，再將食材分門別類放入，井然有序，又不用花1毛錢的冰箱收納就完成嘍。記得牛奶瓶高度不要太高，保留通風空間，還可以在牛奶瓶上多鑽幾個孔洞，增加內部冷氣循環。如果經常買的是盒裝豆漿或鮮奶，清洗乾淨之後，紙盒也是很好的收納容器，因為內部有防水塑膠膜，可以安心將食材分類收納，充分利用狹小的冰箱門空間。如果擔心醬料外漏弄髒冰箱，也可以將牛奶盒裁剪到合適的高度，放入醬料罐就能快速收納，髒了也可以輕鬆替換。將牛奶盒橫放，裁剪出一個長方形，放入櫥櫃裡，就是實用的碗盤收納架。比起原始的堆疊方式，碗盤直立收納更方便取用，也不用再花錢買收納架。使用現有的東西，稍微加工改造一下，牛奶盒就是合適的碗盤收納架。因為寬度不大，牛奶盒也很適合拿來收小物。就地取材，用相同方式改造一下，原先很凌亂的沖泡飲品區變整齊了。牛奶盒也能收納茶包跟咖啡包。喝完的美式咖啡杯可以回收再利用。这一堆亂糟糟的塑膠袋，我們用咖啡杯來收納。拿出一個塑膠袋，先對折，把手的地方朝45度角對折，再將袋子捲成小卷。另一個塑膠袋接着捲下去，用相同方法將袋子捲成一大卷，放入飲料杯，蓋上杯蓋，從小孔將把手拉出，就可以順利抽出塑膠袋，放在桌上也不會雜亂。寶特瓶也可以收納塑膠袋，把寶特瓶的底部割開，如果擔心割手，邊緣可以用砂紙磨過，將塑膠袋放入瓶中，放入時塑膠袋的把手護鈎，一個勾一個，將瓶子固定在牆上，就可以輕鬆抽取塑膠袋。容易有異味的果皮廚餘，可以用這個防污紙袋來收納，用掛鈎懸掛在櫥櫃側邊，隨手收拾超方便。只需要一張報紙，簡單幾個步驟就折好。先將左下角往上沿着邊緣折出三角形，上面突出的這塊往下折，全部攤開之後，再把上面突出的這塊往下折，然後再做一次三角形。左邊的角對折出一個等腰三角形，右邊的角也一樣對折出三角形。接着將上半部塞入口袋裡，完成。因為需要吊掛，可以在這邊穿孔，就可以懸掛在櫥櫃旁邊，張開開口就能在料理時順手收拾。這招超實用，可以學起來哦。紙袋超多，留下來可以怎麼運用呢？把紙袋簡單處理一下，
1分鐘就能變成好用的收納盒。先把紙袋把手拆掉，高度太高了，量出改造成紙盒需要的高度，把紙袋4邊往內折，完成後就是好用的收納盒。有了2層厚度，收納盒更硬挺。紙袋收納盒可以放冰箱，當蔬果分類盒，也可以用來收納雜物或衣物等。拆掉的把手不要丟，重新粘回盒子上。有了把手，就變成可抽拉的收納盒，像這樣放在櫃子裡，可以更好取用哦。一團亂的紙袋，還可以拿其中一個來做收納袋，在邊緣剪開一個 L 型，中間的紙片往內折固定，就可以把紙袋折好收納在一起，完成。隨手抽取超方便，還可以用 S 掛鈎吊起來，紙袋也有整齊的夾嘍。抽屜內雜物可以用紙盒來收納，將小朋友口罩的盒子對切，放入抽屜尺寸也蠻剛好的。可以收納充電線，依照類型分開擺放，也可以收納小孩的髮飾、髮夾跟指甲油等小物，只要按照種類、顏色區分，使用時就不容易亂。較硬體的紙盒都建議可以回收再利用，不一定要用制式的收納盒，將現有紙盒稍加裁切，就可以隨時調整抽屜內的分隔。感謝本月份的蛙家會員，因為有你們的支持，蛙家才能做更多豐富的內容。每個月最少只要1杯飲料的錢，就可以支持我們制作更多優質影片。3種蛙到寶會員專屬福利。金蛙最高每月可獲得200元課程折價券與居家叢書1本，只要點擊頻道右上角的加入，選擇好你想成為的級別，再輸入信用卡資訊就完成了。只要簡單步驟就能享有專屬會員福利，還能以超值優惠參加蛙家開辦的各種講座課程。想要了解完整的會員福利，趕緊點擊影片下方資訊欄加入會員，支持我們創作更多的新影片吧。吃完的豆腐、豆花或蛋捲盒，可以將這些小盒子留下來，清洗晾乾後就能當做小物分隔收納盒，大小跟高度都蠻適合的。如果是比較淺的盒子，可以用大盒加小盒的概念，盒子上層分裝細碎小物，拿東西時也可以隨時移動。如果覺得邊緣有點卡，可以修剪一下，也可以將豆花盒一分為2，就能當做盒內分隔架，將雜物都用豆花盒整理完畢，不需要額外花費，也能好好收納。手機充電線、手錶充電線，各種電源線亂糟糟的，需要用的時候很難找，可以用家中多餘的透明夾來收納。這是收納電線的盒子，先將高度量好，再將透明夾裁切至適合的大小，底部跟邊緣用訂書機封口，邊緣如果有點刺手，可以修剪成圓角，逐一將充電線分裝到袋子裡，自製電線收納袋完成。再用標籤機標示清楚，全部整理好之後，電線盒變得更實用嘍。用完的濕紙巾可以將蓋子留下來，撕掉貼紙，直接拆下來就好。將2個蓋子粘在一起，用雙面膠很好修剪弧度，粘好之後就變成一個隨身小物盒，可以收納隨身藥品跟 OK 棒，或是牙線棒、棉花棒、髮圈、髮夾等小物。因為薄薄一個攜帶方便，放外出小包也不佔空間。洋芋片太大包無法一次吃完，可以把濕紙巾的蓋子粘在外面，打開蓋子，將包裝袋割開，要吃時這樣開盒超方便。吃完後把蓋子拔下來就能重複利用嘍。如果是獨立包裝的小零食，種類多，大小又不一樣，最方便的方式就是直接用原包裝收納。這種零食袋底部設計可以站立，一般的袋子將底部往上收齊，袋口向下捲，也能直立站立。只要剪掉袋口，整袋放進收納盒，不僅好拿，一眼就能看到裡面有什麼。用原包裝還有個好處，就是追蹤保存期限，不怕吃到過期的零食。另外，這種袋裝衛生紙也一樣，剪個開口就能直接拿，整袋放進沙發旁的縫隙，用時直接拿超方便。吃完的醬料罐是很多人家裡會出現的物品，千萬別囤積在角落，可以小改造一下，把上蓋鎖在櫃體下方，玻璃罐就能直接轉上去，無論是鹽還是糖都可以懸空收納起來。再來看看這種大一點的空罐頭，可以利用噴漆或亞克力顏料改造一下，使用噴漆時要注意通風，利用報紙或紙板墊着才不會弄髒地板。改造過後的瓶子很好看，無論是當花瓶或是筆筒都很適合。
最後，用完的衛生紙盒其實可以用來收納塑膠袋。重複利用的塑膠袋沒收好的話很容易亂，將塑膠袋一個一個套在寶特瓶上，層層堆疊後再全部拿起來，向下壓扁，放入紙盒，就可以像抽衛生紙一樣取出耐熱袋，回抽超順手。使用現有的東西，就地取材，發揮創意，零花費也能將環境收納整齊。看完今天的影片，你最喜歡哪個舊物再利用的妙招呢？歡迎在留言區跟我們分享。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分享，歡迎點擊下方超級感謝，用行動支持我們做更多實用的影片，也能追蹤 IG 獲得更多靈感哦。最後記得鎖定哇家每週3更新，我們下週見，拜拜。